搬进来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每一户都要自己去拉一条线，从我所在的，譬如说我是4楼，我要拉一个门铃，然后到1楼的大门口。否则的话，当我朋友来访的时候，我只能请他们先打电话给我，然后到了我下去帮他们开门，他们才能上来。逸仙富裕大楼完工至今30多年，门口机早已老旧毁损，不堪使用。居民进出社区的大楼安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店门铃的状态，可以看得出来哦。这边有1、2、3、4、5、6、7，这个8、9、10、11、12，然后每一户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像这个有把门牌写得很清楚，这个我知道是可以用的。这边有写坏，要打电话，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怎么讲？不知道该怎么。喂，是啊，市政府他说一定要80%。就是电铃的部分就是比较麻烦，然后你要下来帮人家开门。然后如果是像现在叫外送也是要再跑一趟。如果宅配收件就是比较一定要人在家里，就是没有代收这样。让他进来的话，一定是我们要下来接啦，没办法说帮他开门什么上，让他自己上去是没办法。对啊，有一些住户会跟我反映说，就在1年多2年前，他才新拉了一条这个自己的门铃线，那当时也是花了一些钱，他不觉得说现在就要把他当时的投资等于是白白丢到水里面。如果我今天真的有朋友要来，那我就下去开个门，值得花好几千块来做这个投资吗？也许不需要。特别是现在人人有手机了之后，门铃是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东西？这变成一个，我们在推动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1/3到1/4的住户是处于这种别人同意他也同意。后来我慢慢了解到，这其实是住户的好意，因为这是他们把对于这个方案的好坏完全诉诸于他们对我过去一直以来的认识跟信任上面，所以我后来即使有像这样的情形，我也满腔热血的继续做下去。的全部没有成立管委会的这一个社区的话，必须要达到所有权人数和这个权状比例都要达到一定的一个特别高的门槛。30户的话，那27户以上都要同意我们申请这个补助，那政府才会审查我们的申请案。逸仙富裕大楼并没有组成管理委员会，所以在社区居民的意见沟通上，事实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不要让邻居觉得他们见到我的时候要闪躲、要跑。我希望大家在公共场合遇到的时候都是很轻松愉快的。要是政府补助的话，你愿不愿意同意？在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我设计了一个同意函，然后一张一张堆叠起来。我对大家的沟通跟说服，多半是用手机、电话、写讯息、写 email 的方式。当我们把政府补助的金额扣掉之后，住户要自行分担的部分，在这个计算下去的话，那还是有住户觉得这个自行分担的金额过高。那有其他厂商在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商业逻辑上面，还有技术基础上面，那提出他的方案。所以我们后来又提出了第2方案，市政府又愿意在同一个年度里面考虑我们的修正方案。那我们的总金额变少很多，补助也少很多。那住户的话，看到说总金额还有各住户自行分担的金额也少很多，大家也就同意了。针对台北市在5年以上的既有建筑，
那就可以来申请这个绿建筑、智慧建筑跟绿屋顶的一个工程改善。申请这个改善工程的部分呢，每个案子呢最高可以补助到工程总经费49%，那最高的这个补助呢上限是300万。它原则上是以这个每一个住户的权状来作为这个分摊的基础。这个门禁系统要是有些住户完全没有用到，譬如说，同样是在这个社区里面的1楼，有一些是店面，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的面积加以扣除。6楼的社区，可是它有7楼的顶楼加盖，这时候我们就把顶楼加盖的面积，那也把它纳进来。现在要解决的就是第一个，让住户能够透过手机 App 开社区大门的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要去把T控的部分也结合进来。这边的控制都是透过住户的手机就可以看到。我们会分成大门的门禁，现在是电锁的方式，那我们要改成磁力锁的方式去做。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去补强，就是社区的监控的部分，所以会加上就是摄影机的部分去做一个供需的监视跟保存这些进出的这些记录。那楼控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点进去。那因为我现在是管理员角色，所以我每个楼层都可以到。那如果是对应住户的话，可能就是2楼住户，它只会出现一个2楼的权限。也就是说，当访客来的时候，他可以透过 APP 点击2楼，就是等那个访客进到电梯以后，他点击2楼，那住户就可以上到2楼的这个楼层。我们希望完成之后的门禁系统，你只要有手机，你都知道 ，OK， 有人来找你了。你可以看到他，你可以跟他说话，你可以给他必要的指示。喂，找哪位？请问李先生在吗？好，我帮你开门。智慧建筑呢，它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补助计划里面一个另外的重点。那主要是透过这个高科技。以及目前的那个自动化，还有甚至于结合智慧手机的 APP， 然后将社区里面的主要是在人身安全的一个监控，是停车管理的一个智慧化，还有紧急应变措施，那甚至于包含是说在室内的空气的一个监控的设备，那甚至于呢，住户呢可以透过整个智慧系统，然后跟我们的物业管理呢做结合。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这个进步的一个技术，能够打造更智慧便利化的一个社区环境。